您刚才说爱是还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还有什么是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情感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几乎都不能用纯基因解释。那能用激素？激素能看见的可能是一种结果，但激素的这种调控也极其的精准。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很多其实做神经生物学的人都明白一个事实，就人正常死亡的条件下，不是横死，正常死亡的条件下，其实他在临死前，大脑会自己把大脑的细胞会把你从生理状态转成了病理状态，释放大量的色氨酸、五羟色胺、多巴胺、内啡肽或者类似的物质。什么意思？让你觉得很舒服，让你自己麻醉过去。对，所以很多人说有濒死体验，实际上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有点像我们在高山，比如说爬了珠峰下来以后出现的短暂的缺氧所引起的置换。这也是你的大脑为了帮你不痛苦，在危急的时候，是吧？死亡是一种程序，它是写在基因里的。细胞凋亡和人类的死亡是一种程序。这个在现在的医学的，比方用基因这些概念之前呢，哲学家历代的哲学家早就有各种探讨。那一般刚才讲的这个爱和这个恐惧，就是对生命的爱惜，都被解释成本能，就是用本能，就是说这个本能呢，就不是因为道德，不是因为教育，不是因为训练。而是一个，它最简单的讲法，就霍布斯的这个本能就是两种，第一种就是繁殖的本能，那繁殖本能，所以就有喜欢小的东西，爱包括怜悯等等等等。他认为这个人对自己子女的爱跟动物对自己小动物的一样。他认为这个不是教出来的，但这个是本能，生物性。就母亲肯定可以为了孩子不要自己的生命，对。这肯定是 DNA 吧？这个问题其实它是应该是说，既有对后代基因的保护，也有就是利他行为的一种保护。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的。那也有那不管小孩的，肯定也有。其实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于，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他亲生的。哎呦，这事儿就更复杂了。就是说，不是，即使你自己心理上把他认定就是你的孩子，即使你报错了，你也会救他。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用基因去解释了。这种情况是有的。养母也有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要命的，这就是也是有真利他的。还有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报错了，但是他就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也有为他不要命的。这些在这么多的科学证据当中都遇到过，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两种结果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就还是先天和后天共同决定的行为。就能不能理解，就是说 DNA 就是人的一种生理性的东西，它的基本运作原则是自立的。您讲的这个问题就有点像说，当我晶体管少的时候，它都对，把 DNA 拆到元素、拆到这个分子层面上，我们看得头头是道。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到一定程度以上，有了神经系统以后，它突然就诞生出了好多智能和我们解释不了的东西。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做脑科学的有一个悲观派认为，以人的角度研究人脑是永远研究不明白的。是，对人就等于你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起来，叫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嘛，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一个系统内永远实现所有的要素都自洽，你必须有第三只眼去观察它。中国过去有个笑话吧，古代就说这个大力士楚霸王项羽说劲儿多大，当着他的众将领说：“你看，我能坐在椅子上把自己给抬起来。”然而做不到。对，这有点像您打的这个比方。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也是哲学家这么多年讨论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先从科学上讲是很简单的，现在全世界科学问题看的很多，实际上就三件事儿。三件事呢，我们把它叫做两暗一黑三起源。嘿，怎么讲？两暗，暗物质暗能量。这是宇宙当中我们看不见，但它就是存在的。暗物质暗能量，因为你能看见的都是物质和能量。但是物质和能量一定有它相反，有正数必然有负数，这两个东西不相等，宇称不守恒。那么这个东西我们还没有观测到，因为没有工具，但是数学上或者说我们经过模拟演练上它是存在的，这是两个大事。然后一黑是黑洞。黑洞背后是什么？黑洞那个点是不是起点？那个字不念奇，念奇，很奇怪。起点，起点的意思就是在那个点上，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崩塌的。奇异点，不遵循任何的，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有没有物理定律？这就是第一推动力，或者说这些
物理学大师为什么好到最后都有了这种宗教性的感觉？这是物理上所追寻的内容。三起源，宇宙起源，生命起源，最后一个最难，意识起源。如果不解决意识起源，这其他的问题都没用，因为你只有知道意识起源，你才可以去理解之前的两暗一黑两起源。所有这些都依赖于意识，都是要有意识。您是这个科学家哈，我想知道，因为好多科学家就说最后有这个宗教性的情怀哈。对，我听他们的这种感慨，就是说你越研究，发现这个 DNA 啊，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对，是吧？它怎么就比如说人，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或者一个哪怕是一个昆虫，甚至有人怀疑说昆虫的基因是外星来的，说因为看上去你把一昆虫放大了看，真的有点，就是它怎么可以那么样的完美？即使最小的昆虫也比行星复杂很多。啊，对呀，行星可预测，昆虫不可预测。你会不会产生出这种，这是自然形成的吗？好问题，它可以不是在我们认知的自然内形成。然而我相信，因为这个问题问到根儿上，比如说有神吧，我们就可以说，人很复杂，所以是有神创的人。那神更复杂，谁又创的神？这个问题在研究达尔文的到赫胥黎这个过程中呢，还是理查德·戴金斯写过一本《盲眼钟表匠》。盲眼钟表匠，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今天看见的复杂，不是第一天就复杂了，它是经过无数代不停的修正，才到了今天的复杂的程度。你不能忽略这个过程，尤其是我说的时间，几十亿年呢，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诞生出这样美丽的东西的。包括你看欧洲的一个教堂，几百年做成的教堂，那个东西的复杂程度，也不是说我们可以理解的，至少不是一代人可以理解的。爱因斯坦实际上在后期我的自传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说我所信仰的上帝是那个从万物秩序当中规律性所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相信那个与世人的行为有牵累的上帝。规律性就是上帝。对，他说物理定律就是道嘛，能不能这样？其实就是规律嘛，道就是道，也是就是规律嘛，就是什么道嘛。他简单讲，我们经常说庙里面有个佛像，给佛5块钱，这边就求佛保我金榜题名，那边说保我上市成功，这边说让我能够做100万。我开玩笑，佛又不是开赌场的，佛是管不了这个事儿。没错。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不要把宗教性和宗教混到一起去。对，但是宗教性是一种信仰，信仰这就是个道，只是这个道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阐述的观点。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科学家来讲，他信的是有一种规律，即使这个规律也是互斥的，因为科学必须可被证伪，不可被证伪的事情就不是科学。严格意义上讲，数学就不是科学，因为数学对的就是对的。数学是纯逻辑，是纯粹的逻辑，它对的就是对的。我今天说了，比如说，就在欧几里得这个三角形3个内角和就是180度，这个东西不可证伪，这不是科学，这是公理。科学一定是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的。所以现在在科学界，我们特别反对的一种观点就是无神论造神。怎么讲？叫简单的相信当下的科学就是无神论造神。对，这也容易把科学神化。把当前的科学神话，他已经忘了把 DNA 神话，包括很多人就说基因什么都能干，我说不可能，基因能干的事我说的很清楚，与生俱来、与时俱变、外来侵入这3个事儿我说了算，我基本能看到证据。其他的好多问题，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抑郁，这真的很复杂，这不是一个基因简单能回答的问题。但是有些人就变成了基因决定论、基因万能论，或者量子决定论、量子万能论、AI 决定论、AI 万能论、元宇宙决定论、元宇宙万能论，这都叫无神论造神。我是身边就有这样的侃爷，那家伙侃的神的，就说我告诉你，你呀这一辈子你活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得什么病，你甚至说你会碰见什么人，对吧？一直到你死的时候是怎么死的，全都写在你的基因里。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客观的，或者说这它跌扑不破的真理。人家说所有的这个学科其实都有个人的因素在里面。对，如果分一个光谱，个人因素最多的是历史，对，最少的是物理，差不多是可以这样讲。因为至少从19世纪下半程以来，科学每过20年知识量就翻1倍，现在这个速度每10年就翻1倍，所以这种科学的复杂性的提升，使得大部分人已经跟不上了。科学的复杂并没有让大家减少了迷信，反而因为科学的复杂，让大家更加的持对各种阴谋论，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兴趣。因为阴谋论简单呐，就是我们反倒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外行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反倒打中了一个关键。
永远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没事儿，这个技术比如说已经10年了，已经20年了，已经30年了，那40年呢？比如说相信科学的人，他就会非常确定，就这个没有问题。比如说药品，咱们就说美国 FDA， 那 FDA 通过的药品，那就是可以的药品，那就是这就是科学就认知到这个了，所以你就可以吃了。但是永远也有人就是说，那你怎么知道呢？在呼唤一个绝对啊，要求证明绝对安全。在无限远的将来，甚至说你的基因，现在就用的基因疗法，对，基因疗法，我跟你说是未来的一个福音呢。好多这个遗传病是对吧？罕见的这个病，包括疫苗，我们 mRNA 就是合成了一段基因，然后打进去，但是它模拟了病毒，对，让人类最直接的习服了如何去抵御一种病毒，对，包括未来的肿瘤治疗，基因疗法的前途是很广阔的。所以这个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科学家只能是按照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认知的这个程度，但是科学也说了。我永远等待证伪啊！是，那么会不会今天我们在科学方面，比如说在基因方面，我们采取的某种疗法，将来突然发现，就所谓这个黑天鹅啊什么的，100个都没事儿，100个都好使，第101个出事儿了。所以我一直问他们，我说这个有什么可能的大的危险？证伪是不是就等于说摸到一个边界了？证伪是在于。其实这个在理论物理上不是有经常2个有意思的段子吗？其中第一个段子就是说，就所谓的一个神枪手嘛，每隔10厘米打一个洞嘛，然后有一个2维的生物去看这10厘米的洞，他就认为10厘米就有一个洞，他把它当成一个定律了。这在大刘的《三体》里写得很清楚。第二个就是一个养殖场，比如说就养了一群猪吧，每天10点一敲铃，大家就给它喂食，最后猪里面有一个科学家。有一个科学猪总结了一下，每天10点就会有食物，大家挣了1年，果然对，然后第1年01天集体拿去宰了，因为过年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证伪的一个逻辑。我们其实在这个维度的生物有好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就是个3维度物种，你又在时间上不可穿越。假如说有更高智慧生命的存在，那我们今天很多事情等于白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自由意志存不存在？对呀，如果自由意志如果不存在的话，那实际上你就可以假定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被设计出来的，你的思想也是有边界的，因为你没有自由意识。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哲学家其实表现的确实都很牛。笛卡尔是集大成之作嘛，他就假定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这么一个神，或者是魔吧，我可以制造你任何的幻想。那他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问出一个什么问题就能证明我存在？他说：“我思考了，我就存在。我思故我在啊。”所以今天其实意识起源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于你到底有没有自由意识？你的自由意识到底被不被你的悟性所束缚？你的想法是不是无限的？是不是无穷可能的？也就是说，你的算计的可能性是不是无穷维度都可以去？而你也只不过是一个高等的 AI， 只是我让你觉得你已经可以无所不能了。就像你养的小白鼠，或者你家养的宠物猫。他没出过门，但那就是他的世界。也许你就是那只猫，我们被困在地球上。这其实就是很多终极问题。我们最后讨论到很多，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你怎么证明你有自由意识？因为你有时候想想，你所能想到的东西，以前都有人想到了，或在别的地方都有人想到了。就是你在这个怎么来说，在这个传统中间，是不是说我们人类能不能证明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是到那一天发现？能不能证明宇宙有没有边界？其实，因为它是我们认知的，还是要回答几个起源的问题嘛。如果宇宙起源是对的，如果能看得到，物理定律又是对的，我就应该有生命的起源。我有生命的起源，复杂一定程度，我就有意识的起源。这个意识的起源在当前的宇宙范围内，它应该是和这个宇宙的定律所互洽的。但是您说的这个到这个黑洞。到这个奇异点的那个地方，对，所有既有的物理规律失效。是，但是呢，科学家又说会有一个界限。对，但是那个界限之外，那就是不可知。这些我小时候看的第一本《十万为什么》就是天文学。那个时候一看完了以后，就其他问题就没法想了。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总有个边吧？宇宙之那这个边你再脚再跨出去一步怎么办？是不是你一跨人就死掉了？他的问题叫宇宙是有界无边的，哎，有界无边。什么叫界呢？界就是在于相当于你在一个无穷大的球面上走，你离不开它，但你感觉每走一步还是在这个球上。想象一个篮球，你是篮球上的一个细菌，你是跨不出这个界的，因为有引力或有其他的基本物理定律存在束缚你。这是爱因斯坦的定论，就是有外面有界，但是你无边。去不到。你换言之，在那个点上，连物质存在的基础可能都不存在。所以换句话说，等于再通俗一点，就是说，你拿了很多尺，你拿了很多理论，你去找到了。假如给你找到了，那些尺、那些理论都是没有的，消失的。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这个宇宙真正的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的。哎，哎呀，这句话讲的特别智慧，但反过来讲呢，他也明白这个理解是有边界的，因为已知的越多，未知的更多嘛。对，这种终极问题问出来了以后，其实大家都答不了。你比如说中国古代人呐，就讲人呐，你比如诸葛亮，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哈。后来我想，那不就是爱因斯坦吗？就是说你认识到了这个科学的规律啊。哎呦，这个爱因斯坦死后，我觉得他在哪儿也偷笑啊。就是说我说了，这个光从这儿到这儿，它会弯曲，多少年之后证明一点儿不假。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如果是在古代，那就是天师啊，那这决胜千里，告诉你什么时候日食就日食，告诉你什么时候哎。你如果从科学界来讲，爱因斯坦真的是一个仅靠推演，用数学的方法来论证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去想的事情。爱因斯坦生在1879年，1905年的时候写狭义相对论，那年他才26岁，26岁，4篇文章就把 E 等于 mc 的平方给推出来了。他就是一个管专利的这样一个小事务员嘛。对，专利局的。他最牛的就是写引力波嘛，就是预测了引力波的发现。我们真正看到引力波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了。那是因为工具大了嘛，就是你的工具够了。他所预测的很多的定律，指导着人类又往前走了好多步。那你说爱因斯坦的 DNA 跟我们对，我也跟他想的一样的问题。他的大脑不是那能不能拿来做研究，来改变这个人类的 DNA 的总库，对不对？我们先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爱因斯坦大脑，大家都认为爱因斯坦大脑大，后来死后他真的被解剖了，还小，他还小，对，没有什么特别，没有特别，所以他的我们还小呢，比正常人，我们大概成人的大脑1400个立方厘米嘛 ，cc。我们一般用毫升吧，这么去理解。女性的会小一点，因为头大头小，这是个气质的问题。但没有说女性笨，男性和女性智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这得说，只是在不同的点。我以为女的比较聪明，这更会说话。你的感觉是这样？我还是要用这个，这不是政治正确，这是真实证明。男性和女性之间大脑上在结构上的差异，仅仅是体积上小了11%，那个就跟体型的差别一样。而且较强壮的男性比头较大的男性比头较小的男性也差这么多，就证明这就大脑是没有性别二态型的，不会因为性别产生2种状态，叫性别二态型啊，这是一个定论，这不是一个为了证明。那么这个大小跟它的功能有没有什么？没什么关系，因为爱因斯坦的大脑也证明小一些。那这一点是不是说明，就是传统所谓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基本可以认为是后天社会文化环境，我相信是影响。就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女性这个数学不好啊，方向感不好，其实都不是，在女性都能找到相反的证据。这个更多的是被暗示了。对，是被暗示了。就像星座这个玩意儿存不存在呢？其实更多的是被暗示了。就是您在上一集提到一个，我觉得还没展开说说呢。这个真的是未来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伦理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定制人类，从仅从可能性上，科技的可能性，纯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么讲，我可以在今天的技术下定制任何一个定制序列的人类，但它的功能我预知不了。就比如说31个碱基，你说怎么排，我可能给你可以都合成出来，但这个孩子能不能按照你的预期发展成那个样子？比如说打篮球超过姚明，比如说脸就像哪个明星，这个事儿我们做不到，不是设计，不是能不能制成，就比方说它的肝啊、胃啊，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
是最理想的，不太大不太小，去掉一些疾病的可能，脚的大小、身体的这个比例，这些可以做成一个比较理想的。今天还做不到，还做不到。但是技术上来讲，这个事情应该说迟早会有，是有可行性的啊。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今天研究的比较透彻的是酵母。酵母就是我们酿酒的蒸馒头。蒸馒头。现在酵母不仅仅能蒸馒头了，比如说这是番茄，对吧？我们以前一直刚才还是精子呢，就是番茄了。一直讨论这个番茄红素。比如说咱们喝红酒要白藜芦醇。这些以前要从葡萄从番茄里做，现在不用，让酵母表达，让酵母直接表达。最典型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青蒿素啊，青蒿素不是从黄蒿里提出来的，青蒿素是从酵母里表达出来的。就是很多必需品不是从它最早的生物材料里，不是从生物质来。你要什么成分，就是我只要那个成分，就是因为基因是一样的。我曾经算过一个账，你把澳门都种上黄蒿，就是产生青蒿素的原料，所能供应的青蒿素，仅仅相当于就这么桌子这么大小一个发酵罐养酵母供应的量是一样的。生物制造酵母现在能表达什么？表达抗体，表达白蛋白，可以替代我们人类以前只有献血才能拿到的成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这是比较积极的、纯粹的、好的生物工程这层面上讲。对一个人类的定制，像您刚才讲的，要求这么做，技术上的确有可行性，但实际上很难做得到。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说的，摁了葫芦起了瓢。你不知道调了这个那个会怎么变，而且这个试错成本就跟转世轮回一样，只有一次机会。对，这个基因的秘密啊，其实就跟咱们现在讲大数据一样哈，它要普惠。这个地方就体现某种人类价值观。同意。你绝对不能将来变成说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基因，或者你就对自己可以做一个比较优化。没钱的人，那就只能比你越来越蠢，越来越弱。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我经常说，不能把精准医学变成精英医学。有权的人就可以肆意享受技术红利。换言之，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死亡才使得让下一代有机会替代上一代的生态位。我觉得基因科学啊，就会有可能会改变这个。你这个是一个人为的认识，或者说是目前表面上大家的一个认可，但是总有人从自私的基因的原理来打破这个。我曾经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从永生开始的。问我支不支持永生，对吧？我说我肯定反对永生。这不仅仅单单的是能不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于，人类归根结底是以种群的方式延续，而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延续。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在于，如果说第一个人能永生，那么就有第二个人永生，他两个之间会用物理的方式解决对方。互相杀一下就完了嘛。我们刚才讨论的永生都只是基因层面上的永生，不可能说我把你这个肉体都消灭干净了，你还永生。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就是最麻烦的一个事情，意识永生。就是科幻电影里讲了，你的意识可以下载，这是人家最追求的。这个里边第二个危险，那霍布斯早就讨论过的，人跟人这个冲突是绝对的。第三个是无数人追求的，特别是伟大的这些哲学，孔子啊等等，亚里士多德啊，要是现在能复制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一些思维的观念，他到现在不过时啊，那有很多人会愿意啊，人类的共识会愿意啊，那这个将来有什么方法能阻止，或者说，我最近出台的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办法，禁止用算法去做推荐，我觉得就挺好的一步嘛。但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消耗那么多？就你像人类几千年积累那么多智慧，你看看今天实际上大家好多都忘了，怎么能保持这种传递？怎么那么多没脑是吧？对呀，这成本太高了，这个人类智慧传递成本太高了。不是有些事儿啊，我简直觉得很难相信，但是就是他们觉得可能，比如说马斯克。他们说已经连了接口，连了一个什么动物？对啊，猪、猴子都有。就是都好。你看，很多时候啊，文科生说的高兴，我不知道具体上怎么能做到。说将来真有希望做到有个接口，它能读取我脑子里的记忆和想法，这是可能的吗？这个做过一些常规的实验，知道不是马斯克做的了。这个马斯克做的更多的是把电信号连接。这个倒不难，本身就是生物电的一个最简单的行为。
你能读我的脑电波，我相信啊。我的思想怎么读啊？它是有这么几个实验，这是真实做了的。就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癫痫的患者，我要切除一部分脑白质，这个过程中要做术中唤醒，就是做手术把你叫起来。那么最近做的实验是在你要做的这个区域放了很多脑电极，插了很多电极，这个电极极片，然后你不要说话，我问你问题，你用脑子想，然后他把你的数据给输出出来，正确率大概是60%到70%之间，输入速度大概是100到150个字，英语就是我讲的是英语。但然后以后他就找到规律，知道你的脑子怎么运作。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我们至少是可以把他的语言，如果你想说的话，比如霍金要有这个技术，那是蛮好的，他就可以大量的输出了。比如说我们学外语的经常说，哎，你习惯用英语思维，那您这意思就是说，脑子的思维是假如是用语言思维的话，至少语言中枢的这一部分的信号，在一个有10亿人级别使用的语言、上百亿的数据训练集的条件下，可能被正确识别出来。它就能翻译成英语。我说的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这是发了科学文章的，这事已经做到了。所以你想想，这个未来就是所谓他们说的，因为一直有这么一个科幻啊，这是科幻世界里的啊，要是真的那太可怕了。就是义军刚才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人呐会死，一个人你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就死了也就死了，只能说他的思想永生存。但是假如说将来要是有一天有人提出这种假说吧，能够下载你的真的这个大脑的思想，就是所谓在这个意义上的不死，数据化不死，那么就意味着呢，同样是爱因斯坦的这个大脑啊，他会继续想下去，再给他100年的时间，再让他整天上网什么都看看，对吧？这个他这个东西积累下来，这个大脑他会发现宇宙的终极真理啊，都说不准呢。刘慈欣就写过一个这个小说。这是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说的这公司已经有了，在加州，就是说一组程序不断的聊，设计无数的问题来问，1岁干啥，2岁干啥，视频什么都有。将来你5代以后的孙子想见窦老师，打个电话，反正我们的很多长辈不都是活在你通讯录里吗？好久都没见了，打个电话，根据你的声音，根据你的记录，可以跟他聊天了。这个公司在美国已经有开始去成立了，这是一部分。所以当时大家很担心产生另外一组黑客嘛，我天天删他数据就行了，一直把窦老师删成老年痴呆，就是你得给我钱，要不我把你爷爷的爷爷的数据删掉。这是一个你刚才说的意识上云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如你所说的，如果说那个大脑本身真的，我刚才讲这个范围还是在计算的范围，还没到算计。真的到算计了，这是不是人类解决终极问题的一个方式？换言之，我们可以思考贝索斯在上太空时候，他讲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讲：地球能供养的人类是有限的。且不说这句话对不对，它的基本点，但是太阳系是可以支持我们有1万亿人的。如果有1万亿人，我就能有1000个爱因斯坦，就可能会使人类这个物种向深太空去行走。这就是说，这种美国的这种冒险家的精神。也是代表了我们智人在迁徙过程中，我们当年智人能够从非洲，假如从非洲走，能走到北美，能走到南美去，这也是这种扩张的精神。这2件事情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其实对人性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从这个角度来，从概率论的角度思考，我们还是会出爱因斯坦，就像爱因斯坦之前还是有牛顿，还是有伽利略，还是有亚里士多德、希克波拉底、毕达哥拉斯，这一样的。包括我们的诸子百家。全世界金融市场由于人民币的波动，引发了一系列的大地震。那么我们看到了上海股市出现了2次熔断，全世界各国股市其实也是一片惨淡呐，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应该说这是一代人中间这个每年一开局跌得最惨的一年。近日，围绕人民币汇率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的多空大战，人民币汇率升价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牵扯着万千中国人的心弦。为了保卫人民币，央妈采用了多种手段打击恶意空头炒家。这场对抗注定是一场艰苦与坚持不懈的货币战争。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该如何捍卫人民币的汇率定价权？如何保障中国经济改革红利不会被国际资本大鳄掠夺？
那么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人民币的汇率波动怎么会引发全球这么大的震荡？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啊，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去年8月份。那么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说明了3点问题。第一点就是人民币汇率已经成了全球第2重要的指标啊。第一个是谁？当然是美联储加息。那么也就是大家把人民币汇率跟中国经济绑定在一起啊，就觉得只要人民币下跌，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出问题，它形成了这么一种本能的自发的反应，所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才会引发这么大的震撼。第2点说明货币战争的冲击力已经超过了真正的战争，因为今年以来啊，全世界到处都在出事儿。我们看到沙特和伊朗绝交了，我们看到这个叙利亚内战还在持续不断呢，很多国家都还在打仗，而那些战争居然对全球金融市场都没有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而人民币汇率波动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第3点，说明现在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不是处在所谓的新常态之下，而是处在我称之为新病态之下。为什么病态？还是刚才我说到的过度啊，也就是病态般的过度关注人民币汇率，把这个事情跟中国的经济直接挂钩扯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的解读。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比如说这个汇率波动啊，其实是任何一个国家正常的一个自然现象啊。你比如说欧元、日元，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个货币，在过去1年半以来都曾经出现对美元的大幅贬值，对吧？欧元贬了20%多，日元贬了10%几，啊，加元和澳元基本上快贬到30%。这么巨大的震荡，没有任何人说这些国家的经济马上就不行了，货币马上要出大问题，没有吧？人家认为这是正常的。人民币一贬，马上大家就揪住不放啊，这个是一个病态的表现。另外呢，你要从 GDP 数字来看也一样。中国的现在的问题是，美元它也是一个冷热循环的一个过程。上一次美元热环流开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印钞票啊，也就是量化宽松。那么我在前几期节目中其实提到过这个问题，量化宽松怎么实行啊？就是美联储印钞票到市场中去收美国国债。假如你是个对冲基金，你手上以前是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啊，现在美联储要进行货币增发，它实际上是用钞票去换你手上的国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膨胀，同时你获得大量美元的现金。好，这个是量化宽松，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手上现金多了啊，现金多不好吗？当然不好，因为我是个对冲基金，我是从别人那儿借钱，是帮别人赚钱的，我要进行投资理财啊。以前我持有美国国债，因为那有利息收入嘛。但是现在好，国债被美联储拿走了，我现在手上拿了一大堆现金，这个东西没有回报啊，所以我就很着急。我着急什么？我就着急要把这个钱投出去。哎，注意啊，我刚才说了，海洋的环流系统主要的动力是海水之间的密度差，而美元环流主要动力是什么？是投资回报率之差。他如果在美国找来找去找不到很好的投资机会啊，2%的回报率太低。那么在中国或者在新兴市场国家，那个地方8%、10%，那我为什么钱要待在美国？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钱给投到这些国家去。哎，这就是这些对冲基金或者这些金融机构会把钱以很低的利率在新兴市场国家说，你们谁要美元，我把钱借给你们。而这些国家呢，以前经济发展是缺乏资金的，所以利率是比较高。现在一看，哇塞，美国铺天盖地的把美元就送过来了，而且利率1%，好家伙，或者接近0成本，那为什么不借啊？所以很多企业公司就开始大量的借美元。借了美元之后，当然这个钱并不能直接在他本国花了，怎么办？他必须要首先换成本币。在新市场国家里面，要么你是强制的结汇，你把这个外汇卖给中央银行，形成央行的外汇储备；要么中央银行迫于要控制本币升值这种压力，它也会大量购买外汇才能压得住，要不然出口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这样的话，随着美元热钱这个大规模的流入啊，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国家的美元的负债，特别是公司的美元负债大幅度的上升。同时，各国家的央行，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啊，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大规模的释放本币，本币超发，每个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大量货币出来之后，会导致什么？会导致资产价格猛涨啊。
比如说土地价格飞涨，以前你如果买房子是2万1平米，你200万可以买一套房子，你可以借150万就可以搬进新家。现在呢，2、3年之内房价翻了1倍，4万块钱1平米，你得花400万才能买下一套房子。那个时候你得借加1倍的钱，300万才能够买下这套房子。这就问题就出来了，资产价格上涨的同时，你的负债从150万跳升到300万了，而你的收入呢，不可能倍增，所以你就会出现负债率上涨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扩散到整个经济体，你会发现，新市场国家乃至于全球吧，美元流入这个热环流过来形成之后，都会出现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什么呢？资产价格上涨，同时负债率会上涨，全国的总的负债、政府债、公司债、个人债等等加在一起，除以你的 GDP， 这个叫你的总的负债率会不断的上涨。比如说现在就达到了286%，全球平均水平，接近于3倍于你的经济产出啊。那么这个问题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你还本付息主要是靠实体经济产生的现金流，而你3倍于自己实体经济产出的这么大的负债，会使你产生现金流的负担会越来越大。好，这个过程到什么时候达到了一个极限？就是2014年的7月，整个美元的热环流温度达到了顶峰，最高峰。那么这个时候，全世界的这个所有新兴国家，包括其他的国家，都面对一个重大的一个拐点，就是这个时候美国要开始拧上阀门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2014年10月，美国宣布停止量化宽松，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把那个热水管道给你关上了，你这个屋里的地暖和美元环流的温度会下降，天然就会下降。由于没有新增美元供应，现存美元的这个存量就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啊！因为大家开始冷却了。你想想看，我们借了这么多美元的债务，这个资产价格是浮动，但是负债是刚性的，我每个月都要还美元的这个负债的本息，而且必须要用美元还。以前在市场中很容易找到新增的美元，我可以很方便的还本付息。现在他把那边阀门一拧上，你让我上哪儿去找新增美元？找不到的话，我就需要跟别人去竞争美元啊。别人也有这个问题，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俩都抢美元，然后来还本付息。这么一抢，美元会自动升值。好，美元出现了升值这个趋势之后，就会使很多的这些有美元负债的这些企业变得更加心慌，因为它借美元成本很低啊。以前只考虑到美元的利息，而忽略了汇率反弹的风险。现在呢，美元汇率开始往上抬升，这些企业就有点着急啊，因为大家一抢美元，发现越来越难找，它就只有加速偿还美元。这样呢一来，就会使得美元升值会变得更加迅猛，这个势头就会更加强烈。最终，整个社会的很多其他人一看，好家伙，美元升值这么快，本币在下降，对吧？因为大家都抢美元抛本币，那就会诱发更大规模的人去把本币换成美元，这就会使整个外汇储备缩水，资本外流加速，本币对美元的贬值进行恶性循环。所以美元相对于人民币升值，跟美国实体经济本身的好和坏是没有关系的。美国经济增长2%，美元会变得稀缺，美元会升值，对吧？美国经济负增长2%，美元同样稀缺，它还是会升值。这个美元对人民币升值不是由于美国实体经济如何，而是由于这是美元环流体系，这是这个货币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的后果，就是美元负债太高。当你这个停止美元供应的时候，美元的负债是 hold 不住的 ，hold 不住，大家都会去抢美元现金去还这个债务。关键是在2014年的7月，在这个顶点的时候，全球到底欠了多少美元债务？9.8万亿美元。这是在2014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披露这个数据，其中新兴市场国家欠了5.8万亿美元，这是个天文数字啊！以前历来你不会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负债，尤其是负债和 GDP 的比值没有这么高。其中中国，我们的企业也借了很多大量的美元债务，我们借了多少？总值是1.4万亿美元。我们以前把人民币国际化想象成人民币出去的越多越好啊，出去的越多，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占的交易量越大，储备这个规模越大，这个份额越大，我们就好像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通过香港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这中间还是有潜在的风险。如果在人民币大规模流到海外市场的情况之下，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的这个流动性是紧还是松，你的控制力是下降的。假如在伦敦或者在纽约，人家不配合你怎么办？中资机构在那儿是小头，人家的摩根大通比你大得多，或者其他的银行比你要有实力的多。你想去围剿别人，结果被人家反围剿怎么办？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外汇定价权有可能会逐渐转移到海外，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深思的，必须要提前想到这一点。那么结合美国它这个美元国际化的经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美国不是只推美元在国际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它是金融体系包括金融的机构全面跟进，首先在全世界完成了布局，美元才走出去的，这样才有人保驾护航啊。这一点是我们从香港这次汇率保卫战中要能够看到，未来如果出现类似情况，规模更大，在海外其他的城市，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啊？至少是防微杜渐，事先要做预案。那么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这个一点，就是人民币未来汇率改革的这个方向啊，这个路径该怎么选择？在我看来呢，无非有3种啊。第一种呢是保守型。什么叫保守型？如果我们把人民币现在汇率改革的方向形象的做一个比喻，我们是在坐的美元这个跑车上，另外一辆是一篮子汇率的跑车，2个跑车都在以高速向前行驶。中国现在想做的事情，汇率改革的基本想法是从这个车跳到那个车，这是个跳车思路。保守型就是说，哎呀，我们跳了2次都产生这么大动荡，我们是不是就不跳了？我们继续跟美元坐在一个战车里得了，哎，这样安全，跟美元继续绑定，死死绑定，一直绑。那么这个思路啊，肯定是有比较大的问题，你就舍不得短痛，所以未来等待你是长痛。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1-2年之内，它会不断的强化，越来越强。好，你人民币如果跟它绑死之后，你就会被它拖着往上走，啊，然后相对其他货币会越来越高。这个时候，你的进出口贸易和整个经济会受到这个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啊，这就是长痛。所以这条路啊，是既没有必要，最后也不容易实现的。第二个选择呢，就是激进和冒险型的跳车啊，不管情况怎么样，我干脆就直接蹦到一篮子货币那个跑车上去得了，是吧？直接跟美元脱钩。可能有人会认为这叫长痛不如短痛，我一次到位，人民币出现一次性的贬值1比7，好了，到这儿截止，然后在这个价位上我就死守，这样的话我可能损失更小，我可能能够把这个汇率守得更严啊，然后我可以向全世界表示我坚强的决心，这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对吗？表面上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你要分析，问题还是很大的。为什么说它问题大呢？首先，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你丧失了货币政策的任何信心，没有人再相信你了。为什么？你明明声称我要保持汇率稳定，好家伙，冷不丁的一下子贬值了1比7，所有人都会被你震撼。这种震撼结果是什么？你以后说什么我都不信了。你贬到7，你就能守住吗？不一定，对吧？你跟一篮子货币能挂住吗？不一定。而你那时候进行汇率防卫战的时候，弹药就得2倍支出、3倍支出，因为大家对你没有信任感，所以你会成倍的付出代价。这就是你既没有避免短痛，同时还导致了未来的长痛，什么也没避免。第3种选择，我认为是一种谨慎的平稳过渡选择。这种选择的基本思路，形象来说，就是在2个跑车之间搭上一块木板，对吧？我一头盯紧美元，一头盯紧一篮子货币。为什么要这样做？进退有余啊，控制风险。我在这个板上走2步，然后再倒退1步，走3步，再倒退2步。我要让市场反复的接受我这个意念，我的目的就是要过渡到一个合理的汇率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机制之下。所以你们要理解我，哎，所以我在这个板子上进进退退的，让市场有个充分的接受的过程。同时，我要等待时机呀。什么叫等待时机？如果美元涨势很猛，相对于其他货币特别强势，我这个步伐一定要放慢，我走得慢，我跟美元绑定的更紧一些。但是当美元贬值的时候，
我可以一溜小跑，迅速完成这个并轨工作。美元有可能贬值吗？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看多美元，所以大家是坐到了船的一边，所有人都挤到船的一边，这个船还能稳定吗？这是很悬的。另外，美国政府能不能允许美元长期的这么狂涨？我认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什么呢？美元涨势太猛，如果再保持2014年、15年这种涨法，好家伙，美国金融市场会出大问题。为什么？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这个蓝筹股 S&P 的这个500这种公司，大部分公司都有海外业务，而且主要盈利是在海外。如果美元今年对别人涨20%，明年再涨20%，后年再涨20%，这些海外赚外币的公司就惨了。它一报表，好，这个因为它在美国上市嘛，一折算利润，好家伙，20%没了，第2年40%没了，第3年60%没了，那它这股票还要不要上涨啊？不要忘记，美国是个富人说了算的国家，所有富人的身家财富全在股票和金融市场上。你要这么玩，那我们这些人怎么混？所以，政府是不会容忍美元持续不断的这么大幅上涨的。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出口行业啊，美国出口行业架不住你连年这么10%-20%的上涨，那我这个东西还卖不卖？这会影响就业啊。几种因素导致了美元在某个时刻将会出现下滑。下滑的时刻，这是完成汇率改革的最佳时间。也就是你不要顶风去做，当风顺过来，美元出现贬值了，汇率改革可以很快到位，这个时候就不会对市场产生太大的影响。这就是3种选择。当然了，即便是我们完成了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啊，我们最终到位了，进入了那个货币篮子，跟它绑在一起了，这只是解决了战术问题，缓解了人民币汇率压力而已。长远问题是什么？战略问题是什么？战略问题是美元环流主导世界经济，这是一个本质问题。这一点不改变，我们总体的形势就没有得到彻底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在谈论资本外流，包括外汇储备下降在我看来，很大的这些资本外流就是由于这些企业现在越来越担心美元升值加速，它的财务成本会暴涨。以前忽略了汇率反弹、强烈反弹这种因素，所以没有做好对冲。现在怎么办？赶紧去抢美元，加速去偿还美元债务。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中流出去的钱，有很多钱是加速偿还债务。那么现在我们的基本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央行外储备吧，现在大概是3.3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的企业所借贷的美元债务最高峰是2014年9月达到了1.4万亿美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1年半以来大量资本外流，我觉得这些企业偿还的这个债务大概已经超过了他们负债的一半，也就是恐怕已经还剩7-8千亿这个美元的债务还没有清偿所以如果等这波清偿的过程全部排空了，这个问题就应该理论上来说就应该停止了，没有什么好恐慌的了。所以我们现在的3.3万亿美元，如果再减去7-8千亿还没有偿还的这些美元债务的话，剩下的钱应该远远在2万亿美元以上也可以说2万亿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底线。所以在2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储备的线之上，那么我觉得该跑的钱已经应该跑得差不多了，特别是企业必须要提前还债那些刚性的需要流出的钱肯定已经跑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整个局面应该趋于稳定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恐慌的。不要忘了，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适度贬值，中国的出口在重新获得能量。所以我们看到12月份的进出口这个数字开始大幅度的好转。那么我们现在到底进出口贸易是个什么情况呢？其实中国一直都是顺差，一直都在赚美元，一年能赚多少美元？如果我们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再加上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两者相加的话，中国一年这种流入了美元应该达到5-6千亿美元之多。所以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个局面。2万亿的储备作为一个底是非常稳定的，再加上每年挣个5-6千亿美元回来，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在我看来，很大的这些资本外流就是由于这些企业
现在越来越担心美元升值加速，它的财务成本会暴涨。以前忽略了汇率反弹、强烈反弹这种因素，所以没有做好对冲。现在怎么办？赶紧去抢美元，加速去偿还美元债务。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中流出去的钱，有很多钱是加速偿还债务。那么现在我们的基本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啊，这个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央行外储备吧，现在大概是3.3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的企业所借贷的美元债务最高峰是2014年9月，达到了1.4万亿美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由于1年半以来大量资本外流，我觉得这些企业偿还的这个债务大概已经超过了他们负债的一半，也就是恐怕已经还剩7、8千亿这个美元的债务还没有清偿，啊，所以如果等这波清偿的过程全部排空了，这个问题就应该理论上来说就应该停止了，没有什么好恐慌的了。所以我们现在的3.3万亿美元，如果再减去7、8千亿还没有偿还的这些美元债务的话，剩下的钱应该远远在2万亿美元以上，啊，也可以说2万亿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底线。所以在2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储备的线之上，那么我觉得该跑的钱应该跑得差不多了，特别是企业必须要提前还债那些刚性的需要流出的钱，肯定已经跑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整个局面应该趋于稳定，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恐慌的。不要忘了，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适度贬值，中国的出口在重新获得能量。所以我们看到12月份的进出口这个数字开始大幅度的好转。那么我们现在到底进出口贸易是个什么情况呢？其实中国一直都是顺差，一直都在赚美元，一年能赚多少美元？如果我们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再加上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两者相加的话，中国一年啊，这种流入了美元应该达到5、6千亿美元之多。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个局面。2万亿的储备作为一个底是非常稳定的，再加上每年挣个5、6千亿美元回来，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就是由于中国加点后，它会带来这样效果。当然，俄罗斯和其他新市场国家就不一定了。你像俄罗斯，货币贬值50%，你的制造业应该获得动力吧？没有，它制造业反而收缩了2.5%，这就是由于它的出口的能力不行，国际竞争力不行。但这个情况在中国就完全不是这样。当你贬值，我的出口能力就会加强，我赚的外汇会更多。既然我们的外汇储备是稳定的，而且这个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也是健康的，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要调整汇率呢？主要原因啊，是我们觉得吃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相对于美元贬值幅度很轻微，但是其他的货币，你像欧元对美元、澳元、加元、日元对美元都大幅贬值，这就导致了你跟美元挂上钩了。好，人家贬值比你幅度要深，那么相对于其他货币来说，人民币是在升值的，还不是一点点。人家跌个20%、30%，你就被迫跟着美元一起升，这样的话会导致你在进出口方面遭受到非常不利的竞争的态势，啊，你的东西变贵了嘛，这个会导致中国的出口行业面临全行业的这个危险，因为你的利润本来就很薄，这么大幅度的升值，你让我还怎么赚钱？如果我不赚钱的话，就业从哪来？这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中国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跟美元紧紧的挂钩了，啊，我应该去跟一篮子货币挂钩。所谓一篮子货币有哪些呢？美元当然是其中之一了，欧元、日元啊，包括什么港币、英镑、澳元，这都是这一篮子货币的，也就是中国最主要做生意这些国家的货币，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我现在不想盯美元了，我盯着一篮子货币行不行？因为一篮子货币相对于美元可能是贬值的，所以我要盯它，我就跟着一起贬。这样的话，我的外部贸易条件没有发生变化，我出口竞争力就可以维持。香港一家就独占了全部的海外人民币存款的一半以上，有8900多亿人民币的存款。那么在国际贸易人民币结算中间呢，它占了70%，所以香港是人民币海外市场的最大头。由于你这两边的价格有这种差距，这就会引发全世界的金融秃鹫，这些对冲基金纷纷云集香港，准备在那儿大捞一笔呀。它怎么个捞法呢？很简单啊，
有2种方式，一种叫跨境套利。这个跨境套利怎么做？我在香港用1美元换6块7人民币，对吧？我把6块7转到中国国内来，我在大陆用6块5换回1美元，我不是还剩2毛钱吗？我就赚了。当然，我在刚才所说过程中忽略了交易成本，这点为了表示这个过程的简单，暂时忽略不计。这是第一种方式，跨境套利。第2种方式当然就是做空人民币。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人民币汇价是6.5，我估计它还会往下跌，怎么办呢？我就向这个一些银行机构去借钱，拆借。拆借完了6块5之后，我在市场中把它卖掉，卖掉之后换回1美元。我准备等这个价位往下跌，跌到6.7的时候，我再出手用1美元换回6块7，换回6块7，我当时借钱是借6块5啊，还给别人的钱加上利息，我自己还剩2毛钱。所以2种方式都可以挣钱，特别是在香港，它有很多金融衍生产品和杠杆工具，这种玩法可以加上10倍的杠杆，甚至有些人可以加上几十倍的杠杆。所以我一笔交易啊，这个6块5，我挣的就不是说2毛钱，我可能挣2块钱，甚至这个更多。那我的投资回报率可能就是一把下来，我就可以赚30%、50%，甚至100%。这在天底下哪有这么好赚钱的买卖？这会吸引大量的人全部跑到香港来做这个事儿，所以大量的做这些人云集香港之后，这种行为，这叫做空人民币，因为我都是抛人民币换美元，对吧？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强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香港那边离岸价对人民币就出现了这个比我们在岸价贬值要多得多，啊，就形成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关键是最严重的问题是这种离岸价差距越来越大。好，你这边是6.5，人家跌到6.7了。全中国的老百姓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受到强烈的心理暗示：好家伙，未来人民币还会跌啊，那怎么办？我是不是赶紧换美元呢？如果说所有人都开始行动起来要换美元，那麻烦就大了，那外汇储备就会出问题，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当的复杂。哎，我们在1月初看到了很多银行出现了美元现金没有了，或者出现了很多问题，原因就在这儿。如果这个风头不马上制止的话，后续它的危险就会越来越大。这就引发出了一个最近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战例，就是1月11号的香港人民币保卫战。中国发现不能够再容忍香港这帮人这么做空了，怎么办？一定要坚决镇压呀！怎么去做这个事儿呢？好，不管我刚才说的2种交易哪一种，你手上必须要有人民币才能做这个套利或者做空，对吧？道理很简单，我让你得不到人民币，你这个游戏就玩不了了，甚至还会赔本啊！怎么做呢？1赌2抽啊，这个就是一个基本打法。怎么赌？就是我赌注大陆流向香港的人民币的这个渠道啊，我把它堵上，我让你这个地方形成货币稀缺，找不到人民币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中会说啊，中国的这个政府现在吊销了几个外资银行做跨境购汇和受汇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牌照，暂时先别做了，3月份以后再说吧。这什么意思呢？你想进行跨境之间的这个货币转移，对不起，我把这条路给你封死。第二，我们还看到有新闻说，中国现在正在严查虚假贸易啊，因为大量的合同可以作假，导致人民币可以流进流出。我现在把这条路也给你堵死，香港就成了一个没有货币流入的这么一个市场。然后呢，第2步我进行大规模的抽水。很多市场人士分析啊，这是在央行授意之下，有些中资机构开始在市场中大量的抛售美元。抛售美元干嘛？当然是把人民币给收回来。哎，收回人民币就会导致香港市场上紧缺人民币，找不着了，进入极度短缺状态。然后所有的中资的金融机构、中资银行全部都不再借人民币了啊！你要是找我借钱，对不起，我不借啊，或者我利率给你提得很高，这样的话就会导致香港出现人民币短缺和严重的人民币荒。这样的话，利率马上会大幅度的提升。什么利率？银行之间人民币的隔夜拆借利率、7天利率、14天利率都会大幅跳升。我们可以从这几天的数据可以看得很清楚。反击战之前，比如说1月8号吧，银行之间人民币隔夜拆借是4.04%，
11号中国开始动手之后，马上隔夜拆借利率跳升到11.4。好，12号这个利率到了多少？66.8%，隔夜拆借利率66.8%呀，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个天文数字。好家伙，这还不算最夸张的，它在盘中有一笔交易达到了98%利率啊！天哪，我看了这个数我就知道，香港这帮做空人民币人惨了，这帮金融秃鹰们可能真要秃头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就是因为他们做空人民币是有成本的，他的钱人民币是借来的。我借的时候，这个年化收益率是4.04%，对我来说这个利率很低，所以我敢于大量借贷人民币，然后给你加上20倍、30倍的杠杆，然后使劲做空。哎，这个时候我准备是等人民币大幅下跌之后，然后我暴赚其钱，赚这个很多倍的钱。但是如果你把利率给我挑到了98%，天哪，这就因为我借贷成本立刻就疯涨。同时，由于中国的金融机构在香港大举的回收人民币流动性，使得那个地方人民币稀缺，所以汇率就会往上走。那也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投机商的话，我发现我方向看反了，我还借了20倍的杠杆，而且这个我借贷成本还在疯涨。哇塞，那立马我就有跳楼的这种想法，怎么办？赶紧割肉，赶紧解套。怎么解套？我就在市场中抛出美元换回人民币，马上还掉，要不然的话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了。哎，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诱发整个市场中做空人民币人从空头一下变成多头，因为他们要抛美元抢人民币，所以人民币反弹就会非常的迅猛。哎，这一进一出之间2天，基本上横扫了香港的所有的这种做空人民币这些基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死掉了，估计有一大批人现在正在抱头痛哭。哎，我觉得这招是非常漂亮的一招，2天时间，立刻把这个做空人民币人全部干趴下了。这种思路，啊，我觉得具有这明显的战争的这种思维方式啊，可以说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如果我们总结这次人民币汇率保卫战，我们会得到几点的这个重要的经验。第一，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香港，啊，离岸人民币最大市场是在香港。香港金管局是全力配合这个中国这边的动作，这件事情才能成功。但是我们提出一个假设，未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你国际化在海外流动人民币数量不是现在1-2万亿，而是10-20万亿。主战场不在香港，如果在纽约和伦敦，我们还能够这么做吗？